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你好，最近我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在聊一个话题，就是要不要离开城市，回到乡下去生活。这个话题确实很热，我也注意到了。前2天还有朋友跟我说，他已经在看老家附近的房子了，打算明年就搬回去。真的准备行动了。对，而且不是一时冲动，他说自己想了快2年了，现在觉得时机成熟了。其实这种想法我能理解。你想想看，每天早上挤地铁的时候，周围全是人，大家脸上都没什么表情，就是那种很疲惫的感觉。早高峰确实让人崩溃，我有时候站在地铁里，被挤得连手机都掏不出来，就只能盯着车门发呆。而且这还只是一天的开始，到了公司又是各种会议、各种 deadline，一直忙到晚上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地铁上又是一堆疲惫的脸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大家都在为什么而奔波呢？为了生活吧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这就是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的原因。城市给了我们很多东西，工作机会、便利的生活、各种娱乐设施。但同时也拿走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时间，比如说健康，比如说那种轻松的感觉。我有个同事，前段时间体检查出来血压偏高，医生说跟压力太大有关系。他才30出头，这种情况现在太常见了，年轻人的身体问题越来越多，很大程度上都跟生活节奏太快有关。所以有人就开始向往乡村生活了。那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节奏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放松。我之前回过一次老家，在那儿待了1个星期，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听到的是鸟叫声，不是闹钟的铃声，这种感觉肯定很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推开窗户，看到的是田野和远山，空气里都是泥土和草的味道。光是听你这么说，我都觉得很向往。而且那几天我每天都睡得特别好，没有失眠，也不用半夜醒来看手机。这可能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。在城市里，即使躺在床上，脑子里还在想着工作的事情。对，总是停不下来。但在乡下那几天，我真的感觉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。不过，我们也得承认，乡村生活也有它的问题。当然有，最明显的就是工作机会少。如果要靠种地为生，收入肯定比不上在城市上班。而且很多基础设施也不如城市方便，看病、上学这些事情在乡下都没那么容易。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。我那次回老家，有天晚上想吃点宵夜，发现附近根本没有开门的店。在城市里，半夜想吃什么都能点外卖，这种便利性是乡村没法比的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种便利性真的是必需品吗？还是说我们已经被这种生活方式惯坏了？这个问题值得思考。我们现在觉得很多东西是必须的，但实际上可能只是习惯了而已。就像外卖，以前没有外卖的时候，大家不也过得好好的吗？对，而且那时候可能吃的还更健康，现在天天点外卖，油盐都超标。所以关键还是看你追求什么样的生活。如果你看重的是事业发展、物质享受，那城市肯定更合适。但如果你更在意生活质量、身心健康，乡村可能是更好的选择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有些人选择了一种中间状态，什么中间状态？就是在乡村生活，但通过网络继续做城市里的工作。有人把这叫做半农半 X 的生活方式。这个概念我听说过，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在电脑前工作。对，这样既能享受乡村的环境，又能保持一定的收入来源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平衡方案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应该不容易吧？肯定有难度。首先，你的工作得是那种可以远程完成的，比如写作、设计、编程这类。而且网络条件也得跟得上。现在很多乡村的网络还是不太稳定。不过这个问题正在改善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进网络建设，乡村的网络条件比以前好多了。如果网络问题解决了，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挺吸引人的。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去年就搬到了郊区的一个村子里，男的是做设计的，女的是写作者，2个人的工作都可以在家完成。
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据说挺好的，他们租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，自己种了些菜，养了几只鸡。这种生活听起来就很惬意。他们说最大的变化是心态变了，以前在城市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每天都很焦虑。现在呢，现在虽然工作量没减少，但心里踏实多了。早上起来，先去院子里转一圈，看看菜长得怎么样，喂喂鸡，然后再开始工作。这种生活节奏确实更符合人的自然状态。而且他们说，在乡下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，因为干扰少，能更专注。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。在城市里，各种干扰太多了。对，手机消息、社交活动、外面的噪音都会分散注意力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他们不会觉得孤独吗？毕竟乡下的社交圈子肯定比城市小很多。这个他们也提到了，刚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，特别是周末的时候，以前在城市里可以约朋友吃饭、看电影，现在呢，现在他们说社交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。虽然见的人少了，但每次见面都聊得很深入。而且乡村的人际关系可能更真诚一些。对，不像城市里那么复杂，邻居之间会互相帮忙，有时候还会送点自家种的菜。这种人情味儿在城市里确实很少见。我在现在住的地方住了3年，隔壁邻居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这就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特点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但心理距离很远。在乡村可能正好相反，物理距离远，但心理距离近。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乡村生活，对，这跟个人性格和需求有很大关系。有些人就是喜欢热闹，喜欢那种随时可以出门逛街、看展览、听音乐会的生活。这些在乡村确实没法满足。而且，如果你的工作必须在办公室完成，或者需要经常跟人面对面交流，那也没法搬到乡下去。所以这个选择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。你是想要更多的钱，还是想要更多的时间？是想要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还是想要更平静的生活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而且答案可能还会随着年龄和经历改变。对，年轻的时候可能更看重事业发展，愿意在城市里拼搏。到了一定年纪，可能就更看重生活质量了。我听说现在有不少人是这样规划的：年轻的时候在城市里奋斗，赚够了钱，然后回乡村养老。这也是一种选择。但问题是什么时候算是赚够了钱呢？这个很难说，有些人可能永远觉得钱不够。而且等到真的想回去的时候，可能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，反而回不去了。这确实是个矛盾。我见过一些退休的老人，本来打算回老家养老，结果住了几个月就受不了了，为什么受不了？因为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的生活方式。在老家没有便利店，没有公园，没有老年活动中心。而且子女都在城市里，回老家就意味着跟子女分开。对，这也是很多老人不愿意回去的原因。所以说，选择在哪里生活，不只是个人的事情，还涉及到整个家庭。如果有孩子的话，还要考虑教育问题。城市的教育资源肯定比乡村好。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很多人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才选择留在城市的。但也有人持不同观点，他们觉得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虽然接触不到那么多课外班和兴趣班，但能接触到更多的自然。这种成长环境对孩子的性格培养可能更有利。在田野里奔跑，在小溪里抓鱼、爬树、放风筝，这些体验是城市孩子很难有的。而且乡村的孩子可能更独立，更懂得照顾自己。但学习成绩可能就比不上城市的孩子了。这就又回到了刚才的问题，你更看重什么？是看重分数和升学率，还是看重孩子的综合素质和幸福感？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。而且不同的家庭情况不一样，没法一概而论。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是一个问题：
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？对，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有人觉得能在大城市有一套房子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这就是好生活。也有人觉得能在乡下有一个小院子，种种菜，养养花，这才是好生活。两种生活都没有错，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。而且我觉得，不管选择哪种生活，都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什么心理准备？就是要接受这种选择带来的所有后果，包括好的、不好的。选择城市生活，就要接受快节奏和高压力。选择乡村生活，就要接受不便利和收入可能降低。不能只想要好处，不想承担代价。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，只有最适合你的选择。而且我觉得，不管在哪里生活，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态度。这个怎么说？就是说，即使在城市里，也可以过得从容一些，不要被节奏裹挟着走。比如说，下班后不要总是加班，周末可以去公园走走，不要总是宅在家里。对，要主动给自己创造一些放松的时间。同样的，即使在乡村，也不能完全与世隔绝，还是要保持跟外界的联系。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也可以偶尔进城看看朋友。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。对，平衡很重要，不管选择哪种生活方式，都不要走极端。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观点，说现在很多人向往乡村生活，其实向往的不是真实的乡村，而是一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。这个观点很有意思。就像那些乡村综艺节目，拍得很美，看起来很惬意，但那不是真实的乡村生活。真实的乡村生活可能没那么浪漫。对，要干很多体力活，要面对各种不便，要忍受孤独和单调。所以，如果真的想搬到乡下去，最好先去体验一段时间，不要只是看看照片、看看视频就做决定。要真正去住一段时间，感受一下那种生活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。有些人可能住几天就受不了了，有些人可能会爱上那种生活。只有亲身体验过，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。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择不是一次性的，可以根据情况调整。什么意思？就说现在选择在城市生活，不代表以后不能搬到乡下去。反过来也一样，现在在乡下，以后也可以回城市。对，人生很长，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这样想的话，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对，不用觉得这是一个必须一次性做对的决定。可以先尝试一种生活方式，如果不合适，再换另一种。重要的是要勇于尝试，不要因为害怕改变就一直待在舒适区里。虽然改变可能会带来风险，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。我有个朋友，原来在城市里做金融工作，收入很高，但压力也很大。后来呢，后来他辞职了，回老家开了个民宿，收入肯定降低了吧？降低了不少，但他说自己现在过得比以前开心多了。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。对他来说，开心比赚钱更重要。对，而且他说，虽然收入少了，但开销也少了，生活质量反而提高了。在城市里赚得多，但花的也多。房租、交通、吃饭、社交，各种开销加起来，其实剩不下多少钱。在乡下虽然赚得少，但基本没什么大的开销。而且他现在有更多时间陪家人，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。这种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确实需要勇气，但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不过，这种选择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对，首先你得有一定的积蓄，能够承受收入降低带来的风险。而且要有一技之长，能够在乡村找到谋生的方式。如果什么准备都没有，就贸然辞职回乡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所以还是要做好规划。对，不能只凭一时冲动，要想清楚自己回去之后靠什么生活，怎么解决收入问题。还要考虑家人的意见，不能只顾自己。
如果家人不支持，强行做这个决定，可能会引发家庭矛盾。所以这个选择真的需要慎重考虑。但也不要因为顾虑太多，就永远不敢迈出那一步。对，有些事情如果一直犹豫，可能永远都做不了。我觉得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期限，比如说用1年时间做准备。这一年里可以攒钱，可以学习新技能，可以去目标地点考察。1年之后，如果条件成熟了，就勇敢的去尝试。如果发现还不具备条件，那就再等等，继续准备。这样至少不会让自己一直停留在幻想阶段。而且有了具体的计划，执行起来也更有方向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另一个话题，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对乡村生活并不了解。对，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，可能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乡村生活。他们对乡村的印象可能都来自于影视作品或者社交媒体。那些内容往往是经过美化的，跟真实情况有很大差距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年轻人应该多去乡村走走看看。不一定是为了以后要搬过去住，就是单纯的去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粮食是怎么种出来的，了解一下乡村的生活节奏是什么样的，这对拓宽视野很有帮助。而且可能会改变一些固有的观念。比如说，可能会更珍惜粮食，更理解农民的辛苦。也可能会发现乡村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落后和无聊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，关键是要用心去感受。对，不要带着偏见去看待任何一种生活方式。城市有城市的好，乡村有乡村的美。我们要做的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。而不是盲目的追随别人的选择。对，别人觉得好的不一定适合你，你觉得好的，别人也不一定能理解。所以要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问问自己，什么样的生活能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？如果答案是在城市里打拼，那就勇敢的去追求事业。如果答案是在乡村里安居，那就勇敢的去追求平静。不管选择什么，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而且要相信，只要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，就不会太差。即使遇到困难，也要坚持下去，因为那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当然，如果真的发现选错了，也要有勇气承认，然后做出调整。对，不要为了面子硬撑着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。重要的是从每一次经历中学到东西，让自己变得更成熟。不管最终选择在城市还是乡村，都希望每个人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对，幸福的定义因人而异，不需要跟别人比较。只要你自己觉得满足，那就是最好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城市和乡村的话题，其实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需求不同，答案自然也不同。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讨论，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，让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，能够更全面的考虑各种因素。不要只看到表面的光鲜，也要看到背后的代价。不要只听别人怎么说，更要问问自己怎么想。最后，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都希望你能活得真实，活得自在。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左右，要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。